香港大火爆监管漏洞，人祸叠加引爆民怨。白纸运动3周年，民间反抗精神持续。中国10月工业利润暴跌，制造业再萎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镜闻。香港大埔鸿福苑11月26号爆发5级大火，造成至少128人死亡，约200人生死不明，是香港开埠以来死伤最惨重的火灾之一。但就在搜救抢命的紧张时刻，中共党媒人民网28号凌晨却在影音平台哔哩哔哩发布今晚吃叉烧影片，疑似借香港标志性食物叉烧嘲讽火灾逝者。影片发布后，立刻有中国人回应：“懂你意思，大埔不就有现成的吗？可惜火太大，我的港式叉烧焦了。”冷血留言令人发指。相关影片和留言也很快被网友转贴到微博，被不少有良知的网友大骂，简直不是人，反港反成这样。不过，影片目前在哔哩哔哩上已经无法找到，可能已经被删除。河北邯郸市法轮功学员杜丽坤与丈夫马永霄、母亲杨凤莲，今年2月19号晚上10点半左右，被闯入家中的寒山区公安分局20多名警察绑架。马永霄遭到警察疯狂毒打，2度昏迷，生命垂危。11月21号，杜丽坤对寒山区公安分局、罗城头派出所、寒山区肥乡人民检察院违法办案提起控告。据明慧网报道，警察在绑架过程中将马永霄的双手用手铐铐死，一群人将他抬走，下到第5层楼时，抬着他头的人故意放开手，让他的头磕在石头台阶上。被绑架到派出所后，只准他穿着单衣服，不许穿鞋，也不给饭吃，不让睡觉，还被铐上了手铐脚镣。警察用大布蒙住他的头，再将头卡在铁栏杆里，双手被铐在背后，弯腰90度，然后2人一组轮番暴力踹打，直到他昏死过去。2天后，他被关进寒山市第2看守所时，手腕被手铐卡得流出脓血，左胳膊疼得不能动。由于精神受到刺激，他几天不能睡觉，一直胡言乱语，还不时倒地抽搐。看守所怕承担责任，5月3号把他放回家监视居住。杜丽坤在控告书中写道：根据中共的刑事诉讼法第229条、刑法第247条，寒山区公安分局陈立兵、王凯强、张万波、苏振国、王杰等，罗城头派出所伊岳飞、刘振、刘伟，农林派出所吴淼星等，构成严重虐待被监管人罪、超期拘传被监管人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故意伤害罪。香港新界大埔鸿福苑多栋高层公寓发生严重火灾，造成重大伤亡。相关证据表明，这场大火是一连串监管漏洞与不合格工程酿成的人祸，包括楼里没有火灾报警系统，承建商使用的中期阻燃防護網不合格等等。全部燒晒啦！喂，點解會咁誇張咧？哇！漏洞漏咩漏？唔知㗎，好慘啊！11月26日下午，香港大埔鸿福苑突然起火，火势从1栋大楼迅速窜烧至7栋，超过1900户、4400多名住户受影响。截至28日下午，死亡人数已达128人，数百人仍下落不明。有多位住户表示，起火时火警警报失效，逃生时大厦断电，政府提供的查询电话形同虚设，火灾现场管理极度混乱等。香港这场大火啊，我感觉呢是3分天灾7分人祸。着了火以后，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去发现和报警？然后呢，你出警的速度怎么样？你的消防的设备设施是不是足够？这些因素呢，就是完全是人为的因素了。鸿福苑近期正进行维修，外墙用竹子搭建了手脚架，并覆盖保护网。
住户们已分期缴付超过10万元港币工程费，但有多名住户指出，施工过程中充满隐患，包括工人抽烟、竹棚易燃等。他们质疑施工方为节省成本而忽视安全。最重要的呢，可能还是用的材料以及他们的施工管理。我感觉呢，香港这些年自从被中共彻底拿下以后啊，它已经变成了中共的一个直辖市。它不但是这个法律制度上的被中国大陆同化，连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的做派，整个把大陆这一套尔虞我诈的、不择手段的、坑蒙拐骗的、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的、吃回扣拿回扣的，把这些东西都带到了香港。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香港网民直指这场火灾是一场人祸。也有人揭露，大厦维修承建商使用的阻燃防护网是由中国企业生产不合格产品，酿成火灾悲剧，并指香港消防处处长早接到棚架保护网不合格的举报，一直不作为，可能和建筑方高层利益勾结。负责这上10栋楼的维修的就是中国的建筑公司，是中铁建旗下的红叶建筑啊，总招标金额是3.3个亿。但是他们在维修外墙的时候啊，都是使用的中国货，加上外面的防护网啊，偷工减料，而且没有安全意识。中国建筑公司搞的施工的工人啊，在那里抽烟，引发了这场火灾。香港警方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指涉事工程公司使用不符合防火标准的防护网与塑料布，并以泡沫材料封闭大楼窗户，导致火势迅速扩散，阻碍逃生。目前，3名工程公司高层被捕，被控涉嫌过失杀人。然而，舆论认为事件背后的深层问题是香港大陆化。自中共接管香港后，当地经济衰退、治安恶化，公共工程频频出包，都凸显制度与管理上的严重退化。中共的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呢，北京不仅是掌控了香港整个的政治领域，而且呢，它是通过很多的方式在重塑香港的行政监管法律。同时呢，中国大陆的内地的企业大规模的进入香港的公共工程体系，是吧？国企、红色资本啊，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各种各样的到香港去捞钱的网络，他们也更容易获得大型的工程标案。那工程质量啊、材料来源啊、施工标准呢，它自然就会越来越出现大陆化的趋势。大陆豆腐渣工程遍地，因施工方偷工减料，导致桥梁建筑倒塌事件层出不穷。这一次发生在香港，应该说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意外，因为它这样的一个制度，它渗透到香港之后，它是迟早会出现类似的灾难的。如果人们不去思考它深层的原因的话啊，如果人们不能够去有效的去抵制中共对香港整体上的这样的一种全面的垄断和管控的话呢，也许这样的灾难才是开始。有网民感叹，曾经的东方之珠已陨落，世界金融中心变成了遗址，自由之港已变成了囚笼，这就是中共的一国两制。英国建立起来的繁荣之港，沦落到中共手里，毁于一旦。中国民间反抗中共极端风控的白纸运动爆发3周年，中共为防止民众再度抗议，暗中戒备，多地警方提前约谈网民。但民间抗议活动仍然在以巧妙的方式进行。2022年11月，中国各地爆发反对中共极端风控的大规模抗议，人们手持白纸，或高喊口号，或默默站立。一张张无字的白纸，道尽了人们心中的不满和反抗。从疫情风控到白纸运动的爆发，它是年轻人对压迫的一种反抗。因为当时我也在中国，我知道那个环境，就是每天让人做核酸，动不动就把整个小区或者整个村给封起来，不让任何人出入。全球都已经开放了，只有中国还在非常苛刻的一种高压管控之中。这个时候大家都意识到了，这并不是疫情风控，而是疫情管控。服从性测试，他尝试着试探自己能压迫到人民什么程度，人民不反抗。
白纸运动被认为从南京传媒学院引爆。2022年11月26日，该校女生李康梦举着白纸，在校内悼念2天前在新疆乌鲁木齐大火中因封控而无法逃生的罹难者。消息流传出来，上海、北京部分市民随即效仿，上街举白纸示威。当天晚间，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群情激愤的民众首次在街头集体喊出“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这个白纸就造成了被压迫的人民和独裁者之间的一种奇怪的默契。独裁者知道你想说什么，而被独裁的人民，我虽然什么都不敢说，但是我还是想反抗。从白纸革命到现在已经3周年了，但是这种默契，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永久的无声的反抗。白纸运动3周年之际，中国多个城市警方在暗中戒备。大纪元报道，多位南京市民被警方约谈或找上门，警方要求他们在这段时间尽量不要去热闹街区，而李康梦至今下落不明。上海民众王先生透露，最近上海已经进入1级预警，大街小巷都是巡逻的警察。近期热传的一个视频也显示，一名骑摩托环游的男子11月24日抵达上海，在外滩和平饭店外取出一面旗子准备拍照时，几名便衣一拥而上撕扯旗子，并叫来了警察。就是南京上叫俺是不要拿这种白底红色的还有放了吧。此外，北京、广州等地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管控升级迹象。但是另一方面，抗议也在继续。在中国墙内，一名华人青年发起白纸起飞照片征集活动，鼓励人们用白纸折成纸飞机拍照上传社交平台，象征白纸起飞。在纽约11月26日晚8点，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外墙上突然出现投影，时间到了，下台吧，不要独裁，要民主。这是人权组织中国行动与全民反抗运动举行的活动，有几个月在重庆投影反共标语的七红作为技术。他们在领事馆对面架设 GoBo 投影灯，将直径18公尺的标语和中共党魁变小丑鼻的图像投射到中领事馆外墙，创下首例。那对独裁者，我们要求时间到了，该下台了，不要独裁，要民主。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吸引 Z 时代，也就是一个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一起加入公民反抗运动。投影持续几十分钟，期间中领馆没有进行阻止。投影活动发言人苏雨桐表示，视频在网络公开后收到了很多反馈，显示更多的年轻人正在觉醒。其中一位朋友他就写道，他说投影如灯塔，照亮海外华人的心声。白纸虽然褪色了，火种却在硅谷和华尔街间悄然传播。从数字游击到实体觉醒，新秩序正从边缘萌芽，而北京的沉默正是变革的序曲。我想这正是我们最期待看到的，就是 Z 时代的觉醒和加入。中国10月工业利润暴跌，制造业再萎缩。10月份，中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大跌27.1%，同比下降5.5%，为5个月来最大跌幅，引发市场关注。由于中共官方公开的经济数据有美化造假的习惯，所以实际数据可能更糟糕。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11月27日公布，10月工业企业利润年跌5.5%，为3个月来首度下跌。另外，截至10月末，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87.23兆元，年增4.7%，负债合计108.59兆元，年增5%，资产负债比率为58%，年增0.2个百分点。官方数据显示，10月份的规模以上的工业利润同比下降，说明之前2个月更像是价格盘整调整加基数效应的短期修复，而不是市场需求真正的回暖。而24%的上市企业前3季正亏损等等，
意味着利润不是轻微的下滑，而是系统性的盈利能力在挤压。再叠加一个工业利润下滑，重要原因是国内的价格内卷，电商补贴战把终端价格打得很低，而成本端又降不下去，利润被反复的碾压。相关数据的意外恶化显示，经济降温正伤害企业的获利能力，加剧投资与就业不振的风险。大纪元专栏作家王鹤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困境很大一部分是中共对制造业持续高强度投资所造成的。中共这么做，它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它要使全世界对中国制造业形成一定的依赖，特别是如果发动将来打仗的话，各国的制造业都不好，都萎缩。那么中国制造业这么强，那么在战争中，中国就有显著的战略优势。在中共的目前这么一个做法下，它这个持续的下跌恐怕是常态。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表示，这些数据显示结构性的问题，景气下行并非周期性质，而是系统性的衰退。首先就是房地产的崩塌，导致企业利润的恶化，银行跟地方的财政也在持续的恶化。其次是消费疲弱，也就是补贴撑起的某种虚假的需求。真实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停滞与失业的上升。第三是制造业的收缩，导致传统出口模式的失效。换言之，中国的三大经济引擎，包括投资、消费跟出口，目前似乎同时在灭火当中。孙国祥认为，从政策逻辑看，中共政府是在补数据，而不是补实力。官方政策的逻辑，也就是房地产救不了，所以任由市场出清。自20203条红线后，政府让房企自行爆雷，因为房企泡沫太大，已无法再用加杠杆来拯救。消费靠补贴与平台战，并非靠收入来加以成长。制造业回不去2010年出口繁荣的时代。总之，中国当局不再追求高增长，而是追求维持基本稳定而不爆炸。随着中国内需不足与生产过剩的问题持续，中国的市场吸引力已远小于2018年美中贸易冲突前的情况。在内需撑不起，出口靠不住，外界质疑中共当局经济制裁日本可能反伤自己。中国产能已经严重超出市场真实需求，这些多出来的产能只能靠出口往外倾倒，而在国际社会上反应非常明晰。在这情况下，北京如果再对日本搞大规模经济制裁，本质上是自断后路。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考虑，北京更在乎的是政治安全、政治的稳定与政权的安全，所以有可能当日本威胁到政权安全时候，他会不惜一些经济代价进行一个反制，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它需要日本的技术，需要日本的一些关键的零部件产品、关键的设备。中共从美国拿不到技术之外，那么它下一个它很多技术可以从日本拿到。如果中共跟日本在进行锻炼投入的话，那么中共的所谓的自立自强也好，中国的国际大循环也好，就会出非常大的。日经亚洲新闻报道，在分析了约5300家中国大陆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后，发现在产能过剩和国内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有近1/4的公司在今年1月至9月出现亏损，较2024年同期上升1个百分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辽宁瓦房店市政府早前承诺的农村独生子女补贴拖欠多年未发放。11月24号，一群来自农村的独生子女父母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要求政府兑现承诺。当局派出大量警察到场，阻挡抗议人群进入政府大楼。中建8局在广东承建的项目拖欠工资。11月27号，一些工人到公司要钱，但公司报警，让警察来抓讨薪工人。上海宝野集团河南郑州分公司承建的建筑项目拖欠工资，工人连续10多天讨薪未果。11月24号，几名工人继续徘徊在公司门口，声称准备第2天前往上海总部维权。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在山东的项目拖欠建筑工人工资。11月24号，几十名工人聚集到项目办公室讨薪，与项目负责人发生激烈争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的台湾有事言论让中共不满。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中共党媒争相鼓噪反日，但很多民众对此反应冷淡。有评论指出，这说明中国老百姓已经看穿中共的套路，不会再轻易上当受骗。一连数天，中共不断为反日大造舆论。11月22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在官方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名为《不管月薪多少，国事连着家事》的文章。文章批评网络上流传的观点，即国家大事与我月薪3000元没关系。官方宣称，国际大事、5年规划、中日关系等国家议题与每个普通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官方批评部分网民的言论阴阳怪气，是属于荒唐认知，是被所谓的公知理洗脑，或受外部势力煽动。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则指出，其实是中共那套所谓的民族主义叙事已被老百姓看穿，老百姓已经感到不耐烦，对中共党的执政已经失去信任了，信心快崩溃了，经济现在也是如此，所以呢，老百姓可能会更希望中共独裁者更把多一点的心力不要搞政治，不要搞对外啊，把多一点心力搞一下内政。他们会希望是如此，但是很难啊，很难救得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独裁者呢，毕竟他不是民选，他就是独裁。他原来的所有目的就是维护他那个集权专制，但是他转换成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话题之后，产生一大批五毛，同时也给他们官员系统有一个缩时来掩盖他的真正维护专制不外统治的目标，所以他是一直在用这一招，就是为什么爱国主义是一个最后避难所，就这个地方。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在网络也引发了一片嘲讽。有网友说，你不能只有在需要大家做出贡献的时候才呼吁大家关心国事，等我们真的关心国事了，比如立法、人大选举制度制定的流程公开透明，官员的财产他们又不乐意了。当一些独裁统治者国内遇到问题时候，他们惯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挑起跟对外的矛盾，来去转移视线，强化他们在党内的地位，这是一贯做法。很多网友列出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关心食品安全卫生，关心官员贪腐，关心财政拨款与转移支付三角债，关心选票，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关心失业率和毕业生多少能找到工作。那中国新生代的老百姓呢，可能对日本是有好感的，日本的软实力也是有目共睹。我就说，共产党封闭的这一套统治的系统，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民怨只会沸腾。我觉得现在就是说，中共会对于各地的这种新兴的野火会予以防范，就是说，谁冒出头就把它打下来。有网友说，我们也很关注税收、养老金的用途、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法治的进展、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正常保障这些基本民生问题，关心每年的财政预算怎么花的，转移支付用在哪儿？为什么要搞某些项目？为什么项目要用这么多钱？还有工作时长普遍过长的问题，集体谈判权缺失的问题，最低工资过低而社保缴纳基数过高的问题，不同户籍的高考公平性问题，是否应该设立违宪审查机制的问题等等。我们老讲他这个政权进入了垃圾时间，它是一个末日疯狂，说引发了那么多危机并发，引起这个政权的瓦解，需要事在人为，需要有人出手，人做事。如果它的经济呢持续下滑，持续回到了80年代以前的这样的话，或90年代以前这样的话呢，人民的相对波感增强之后，那个愤怒呢会整个爆开。网友说，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一切抛开权利不谈，只让你一味承担责任，都是算流氓。一位在法国的华人声明退出中共组织。节目时间关系，来看他的声明节选。法国的李伟玲说，虽然在国外生活多年，但爱国之心不变。以前觉得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后来大学也有机会入党，但因为一些原因，最终没有完成入党的程序，毕业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随着一个事件的发生，我开始认清了一个专制政党的可怕。如果它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那确实是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但是它却变成金钱和权力的庇护伞，任意操纵与支配人民的意愿甚至生命，并且压制人民正义和善良的声音。我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但我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如果这个政党和制度是残害社会和公民的，那么不要也罢。希望它早日被全国甚至世界人民的力量推翻。愿中国能够重新出发，还大家一个真正民主、公正、公平、自由与爱、真善美的社会，让所有恶人得到应有的制裁，善人终有福报。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中国静闻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